如果你能把整座印刷廠搬回家。大家好，我是木頭人。今天坐上這台 UFiMax E1，號稱募資破了14億，能不能成為創作者工作室的最後一塊拼圖？今天我就來深究並測試看看。玩木頭玩了那麼久，大家可能有跟我一樣的感受。我們很會處理結構，可以把木作做得很細緻，榫卯做得嚴絲合縫，把表面磨得像嬰兒皮膚一樣光滑。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基本功，沒什麼難度。但老實說，有時候就覺得作品少了點什麼。一旦涉及到表面的圖案裝飾，往往就是我們的罩門。我也有用過鐳射雕刻，但做出來的效果也只是燒灼的一個痕跡，只有焦灰的單色。那也試過烙印或是手繪，如果是貼貼紙那質感瞬間就掉下來了。所以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選擇素面頂多就是上保護漆。直到我知道有機會開箱這一台機器我才發現原來我可以有更多的嘗試。大家看一下我手上這張搖椅的專利圖，我們把鏡頭拉近一點，再近一點，大家看一下這個線條，還有這個紙張泛黃的感覺。重點是這個還不是平面大家聽這個聲音，這是真真實實堆疊出來的立體浮雕，這種質感是工業級的 UV 噴繪機才可以做得到的。以前你如果想做這種東西去問印刷廠光是開板可能就幾千塊、幾萬塊，還要求你一次要做500個、1000個。但是 UFiMax E1 把這整座工廠的技術濃縮進了這箱子裡，不用開模、不用量產一件就能印好。這也是我為什麼這麼興奮的原因那這台機器在 Kickstart 非常的紅不過我只關心它到底好不好用，適不適合我。首先先來說它的安裝那安裝非常直覺基本上插電，6個墨水夾裝進去就可以用了。提到墨水它用的是 CMYK， 也就是多彩，再加上白色和光油，6個墨水夾。那待會我也會解釋為什麼白色和光油是這台機器的靈魂墨水的安裝方式很容易機身上方有6個插孔，那插孔都有做防呆，照着墨水夾上面的英文編號，將它依序插入就可以了。在 UV 墨水固化的過程中會有一些味道，那 UV 光也會傷眼睛那它是個全封閉的一個罩子，如果是使用迷你台的話它前後的蓋子都是可以蓋起來的。這台機器還有通過 All Green Got Gold 的認證代表它的氣體揮發算是比較低的，這樣我也會比較放心把它放在我的工作室裡比較不擔心會影響到我自己的健康。上面這塊面板拆下來這裡是安裝濾网的地方，揮發的氣體就會經由這個濾網做過濾。官方稱可以列印300種以上的材質常見的木材、玻璃、金屬、皮革、陶瓷、碳纖維、織品、帆布都是可以列印的。等會我也會一一測試給大家看。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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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請到一個重要的來賓，就是我的女兒。Hello。規格講完了，現在我要實際來玩玩看了。現在我要把我女兒的作品實體化。這是什麼時候畫的？這是我1年級畫的。我們來挑一張吧。好。你比較喜歡哪一幅？看一下。我比較喜歡這個。魚的。好啊，那我們來把它拍起來。現在來把它拍起來。確定這張啊？通常這種畫這種圖片還要去開 Photoshop 做去背不過像它這個程式 App 裡面就直接有去背的功能。它這個底板上面是有粘性的只要對齊這個邊線，粘起來，壓一下它就粘住了。這好粘它現在在掃描。現在只可以使用圖案紋理跟浮雕紋理這個都是用 AI 來計算AI 自動會計算你這個平面的圖，它上面的色塊。那平面堆高是什麼？平面堆高就是它一樣，它只是把畫給堆高，可是它還是一個平面，它不是3D 的圖。那它就会有，我們可以設定它浮起來的高度，
不過它還是一個平面的畫，那我們也可以使用圖案紋理，那它就會自己用 AI 去判斷它這個圖的高低。那它這裡運用的技術叫做 Amass 3D 哦。傳統的平面印刷是噴一層墨水就結束了哦，但是 UV 印刷的特性就是它墨水啊遇見 UV 光它就乾了，所以它可以像 3D 列印一樣哦，一層一層的往上堆哦。有層次呢。連我這樣畫的地方都印出來了。還有圈圈。藍色的海比較深呢，蠻有趣的。海比較深，然後其他東西會浮出來。夠硬嗎？好像還蠻硬的，應該沒那麼容易壞。點罩。這最高可以印到5mm高啊，那我們現在是印1mm，把它裝在筆記本上吧。筆記本組裝好了。這以後就你的塗鴉本了啦。好。現在。太好了。來測試看看瓷磚的效果。紋理還蠻好看的，因為它有這個色塊。哦。所以它就會。看你啊，不然不要用太高就好了，用個0.5就好。0.5。哦，效果不錯呢。好可愛哦，肥肥的牙牙哎。呱呱呱，我們像不像？呱。記得下一個就叫，可是他沒表情哎。你們自己看那4個效果不同。等一下哦，我喜歡這個。你喜歡這種？這種。這個是平面風格。這種比較好看。那這個是浮雕。浮雕，那這個呢？那這是紋理。紋理。它摸得出紋路。真的，然後這個一點一點的紙膠帶還有點點點。然後這個還有層次。然後這一種有毛，就比較。陪女兒玩完了，接下來是我的木工時間了。我的工作室門口一直少了一個招牌燈箱，我選用了深色的胡桃木來做外框哦，這樣跟燈箱的光線會有很好的對比。結構上我起了一個溝槽來鑲嵌亞克力，那結合使用45度的接角。木工的部分對我來說當然是駕輕就熟，那最重要的還是這個面板。那這裡我要教大家一個 UV 印刷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哦。一般的印表機只有 CMYK 4個顏色哦，也就是多彩。那它們是透明的墨水哦。如果是印在白紙上哦，或者是有底色的材質上面也是沒有問題哦。但如果你印在像這種透明的亞克力或者是深色的木材哦，顏色就會透過去，看起來就髒髒虛虛的。像這個就是只使用多彩哦，你就看不出到底印了什麼東西。白墨加多彩模式就很重要。我翻過來給大家看哦。它等於會先在底層噴一層厚厚的白色墨水當做底漆，然後再噴上彩色，這樣即使從背後打光哦，這個圖案依然會非常的飽和。那你如果想要兩面看起來都是有彩色哦，那也可以設定成先噴彩色，再噴白墨，然後再噴彩色哦，這樣它兩面就會都有這種彩色圖案。而這在列印設置的時候都可以選擇。官方是建議說，如果是要列印在這種比較光滑的表面哦，像玻璃、陶瓷、金屬、亞克力哦，最好是使用架橋劑，先在上面先塗上一層，這樣 UV 列印哦才可以很穩固的粘着在這上面。像我這個沒有塗的話，我如果用手去摳是摳得掉的。像這個彩墨的就很好摳哦，如果是有這個白底的哦，其實還算蠻牢的啦，要很大力的摳才摳得掉。那架橋劑的味道比較重，我建議在通風的地方使用。
燈箱完成啦，給大家看一下效果。哇，感覺還不賴哦。感覺這個光線不夠黃，在燈條前面感覺應該做個遮蔽，效果可能會更好。在燈條前面哦，再做個遮蔽，我覺得這樣效果會比較好。這樣是不是好多了？關燈看起來還蠻夢幻的。大家看一下這個質感，藍色的背景遮住了部分的光線，那接下來就只有 logo 的顏色透出來。logo 的白墨只有打一層，這個光線的顏色還是有辦法透過來。如果缺少了白墨，那這個 logo 看起來就會比較虛哦。這就是沒有白墨打底的一個差別。那大家還喜歡我這個招牌做出來的效果嗎？如果有什麼更好的改進建議，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這台機器還可以印很多的東西哦。那我現在要裝上旋轉軸，我要直接在保溫瓶上面列印，給大家看一下效果。接下來我來測試旋轉軸。那這兩顆培林它是可以加厚的哦。那它是使用磁吸的方式，很容易哦，就卡上去，它自己就吸上去了。那這一側也一樣，算是設計的很聰明哦。杯子內緣也有一個培林哦，可以卡住。安裝完成之後，就可以開啟自動測量，它可以自動去偵測這個杯子的直徑哦，還有它的平整度。如果它是錐形的杯子哦，它也可以自動傾角，非常神奇。現在就已經偵測好了杯子的尺寸了，然後可以開始上傳圖片。杯子印好了，來看一下效果。還蠻酷的呢，木紋的馬賽克再加上木頭的 logo， 效果真的不錯。這個水壺總共印了3個小時多。我現在放上了這個加大底板，我要來印工作室的招牌，測試一下大尺寸印刷的效果。首先來進行掃描。使用標準面板哦，前後蓋就沒有辦法蓋起來了。印好了，我犯了一個很搞笑的低級錯誤，大家看我這個解析度非常的差，我把小圖檔放大，結果就變這樣子了，這樣看起來有點馬賽克的效果，不過它印起來的質感是真的很好。試試看在金屬表面做起來的效果如何？表面用酒精先清潔一下。哎呀，效果很好。來看一下真品，是不是一模模一樣樣？來試試看列印手機殼的效果，看一下效果。这個是德川，是嗎？織田信長，織田信長家的 logo。現在我要來製作貼紙。列印到貼紙上之後，接下來要使用 UV 護貝機哦。在使用之前必須先加熱。接下來就把貼紙給放進去，它自動會送進去，貼紙護貝完成就會從背後出來。那這個後面還有一個割刀，可以把這個貼紙給割掉。很簡單哦，一個我專屬的貼紙就完成了。這台護貝機哦，它也有附這個切割刀，我就可以把它放上來，把這個貼紙做分割。我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做自己的貼紙，它做起來也不會說到很難。
好。那自己做軟性貼紙的作用是什麼？就是說，如果要貼在有弧度的材質上面，像是帽子，或是你的電動工具，它表面是有弧度的。因為有弧度的沒有辦法直接在 UV 印表機列印嘛，所以就可以做成貼紙的形式。像這種東西，我女兒看到一定會哇哇叫。那我這一批啊，我也測試了平面列印、圖面紋理，還有浮雕的列印效果。我給大家參考一下。貼紙就可以貼在這種曲面哦，因為像這樣的物件不可能直接放進 UV 印表機裡面列印，所以可以用貼紙的方式。好，現在來把它貼上去。好，接下來還要用刮刀，盡量把這個 mark 把它推一下，我讓它確實的粘在這個機器上面。我最後就把這個膜撕掉就好了。好，那因為我這個 Woodgrain 這個字有點小哦，很怕會失敗，要小心一點。OK， 效果還不錯。這樣感覺是不是很酷？哦，你印那麼多要幹嘛？一些自己貼，一些給同學的。你手機要貼什麼？貼鴨子。貼鴨子，99。對，9999，這只是小旋風。我買了一個純白的拼圖，來試試看。剛才忘記把後門給打開了，它自己會把它轉開。我用 AI 生成了一個我老婆的照片呢，真的是太香了。打印完成了，只是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哦，這有一條綠色線，應該是這個噴頭太久沒有清理了，應該定時要給它清潔一下。不過打起來的效果是很讚哦，真是太令人生氣了，玷污了我的米卡薩。再來一個更香的，有人有看這部嗎？紫羅蘭的永恆花園。酷哦，可以直接幫我切圓耶。剛剛那張用標準列印，效果有點淡，換高品質。哎呦，這一次高品質印刷效果很好哦，跟剛才的一般的印刷品質哦就差很多。那在列印之前哦，有做噴頭的清理哦。這一次就沒有什麼瑕疵出現了，效果很好，真的是太香了，可以自己做這樣的時鐘。接下來我要來測試柔性白墨。柔性油墨可以打印這種軟性的材質哦。好，我現在要印滑鼠墊，還有這個平板可以彎折的手機殼，來看看它的效果如何。這就是柔性白墨印出來的樣子。柔性白墨顧名思義就是要在可以彎折的地方也可以打印。像我手上這個平板套它這裡有需要彎折，使用柔性白墨在彎折處才不會斷裂。有蠻多軟性的材質都可以使用，不過官方是不建議使用需要清洗的材質像是衣服，在這種情況下 UV 器就有可能剝落。拿到這台 UP Make E1 我印了這麼多的東西，
那我覺得E1它印刷起來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它配件的實用性也很高。可惜這部片沒有機會測試到卷揚機如果有卷揚機甚至連滑板這麼長的尺寸都有辦法列印。E1其實有一部分解決了我只會做結構而不會做表面的一個痛點在產品的設計上面，還有我接樣時可以擴充的一些觸角可以更廣泛一點。這台機器的優勢我在影片內都有測試給大家看。大家一定也會想說，那這台機器有什麼缺點？首先第一點就是在我的演示中，大家有看到這台機器有自清潔的功能。如果超過3天沒有使用這台機器它會自己自主清潔，可以防止管道還有噴頭的阻塞。不過在這自清潔的過程中它是會消耗墨水所以說如果你的使用頻率比較低你可能1個禮拜就印個1次打印過後它就一定會再自清潔1次就會額外再消耗墨水。再來第二個缺點是雖然這一台已經有搭載了空氣過濾系統，不過我建議還是不要在密閉的空間使用因為像使用標準平台的話，前後2個蓋子都必須打開嘛所以還是會有味道會散出來所以我比較建議在空氣流通有窗戶的空間內使用像我工作室裡面這一個房間就完全沒有窗戶那這個味道就會比較重一點。那大家可能也會很好奇它的強度好不好會不會一摳就掉了那這一點我其實可以跟大家說是不會它的強度其實是很好的除非是像貼紙那種比較薄的東西那你可能稍微大力一點它可能會有剝落的問題不過像一般的這種印刷很大力的敲它都不會有問題像這種大力的去敲基本上不太可能會剝落。基本上 UV 固化過後它的強度算蠻高的另外比較注意的是像是表面比較光滑的材質像亚克力玻璃表面沒有什麼毛細孔的材質就要先使用架橋劑先塗過一遍那再去做列印這樣它的貼合效果就會比較好。可以把整個 UV 的工業濃縮在這麼小台的一個機器裡面我覺得能做到這種程度已經非常不容易這台機器能在國外募資到14億基本上光是這一點你就能了解這台機器的能力還有它的需求性無論是像我這種創作者或者有生產力需求還是你只是想跟家人一起創作我想這台機器應該都可以滿足你。現在這台機器正在嘖上募資，對這台興趣想了解這台機器更多的資訊就點擊影片底下的資訊欄。很高興這次能測試到 UFI Max E1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別忘了點讚、回應、加分享。我們下次見，拜。